手心裡邊握的这個剑插的桩子還挺緊實的，但是只要是插，多多少少肯定会蹭到漆的。这把剑的造型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符合人体設計的這麼一種感覺，而且根部這裡還能活動，背後這裡還有尖刺的拳套，標誌性的。大拇指虎口的位置可以旋轉，這一塊的結合關節折疊回去，從下方這裡拔下來，插到上方的頭。這裡注意細節啊，它在根部是有缺口的，對應這2個小的凸點，把它結合進去。反體的部分先把腳尖儿收回去，打開腿部側面的锁扣，提上去，再锁住，变成這個圓潤粗壯的大腿造型。接着把這個爪子整個的90度通過齒輪關節折疊過來，脖子後面的擋肉片折回去，腦袋90度放好。為了方便操作，我們先把腰部這一塊的扣子打開，在這裡插着的地方，整個的齒輪關節先給它翹起來，頭部拆開扣子翹起來，旋轉180度，這一面2個鬃毛再通過肩帶的位置，雙關節貼放回來，肩膀我們先往後挪一挪，插好，上下2片鬃毛再锁在一起，中间有扣點。下方這裡有一片灰藍色的零件，先把它90度多往外摳一些，然後整個順着這裡的關節再進行一個向下的翻轉。翻轉下來以後啊，其實它根部這裡合體的彎腰關節還能往下拖一截，把這裡拖開，先把這個扣子給它釘上，插緊。腰部側面的2塊金色零件通過雙關節居中。變形到位是這樣的一個造型，接着再把彎腰關節夾回來，讓這2個扣子落進去。看一下你的腹部，銀灰色的零件包在裡邊，外邊包裹金色的零件，這個就变到位了。现在就可以通過腰部的带有齒輪的雙端關節，再把它放回去。所以這一套合體的可動性非常棒啊！它這一段就已經可以彎到這麼大了，再加上下方拉出的齒輪關節，哇，這個彎腰竟然可以彎到這麼低。前裙甲打開，這一塊的雙關節往上提，跟根部這裡進行鎖定。你看。左右旋轉腰部360度也完全不會干涉，就是這回所有的齒輪關節，你看做得很好，一點虛位都沒有，特別的棒。大腿根部左右旋轉，側抬的話取消掉了齒輪關節，好處是就是你可以來回的調整 A 字接地的幅度，不會像 AMPG17那個樣子啊，掰一尺跨度特別的大。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會擔心到這個東西時間長了會鬆掉。不過目前看這個關節的軸調教的還是挺緊實的，再加上本身這個東西個頭不大嘛，支撐穩定性沒什麼太大的問題。胳膊這裡的變形，先旋轉個90度提上來，讓這一塊帶孔的位置衝外，然後胳膊擰一下，放下來的時候可以看到這裡邊有結合的扣點，通過手肘的雙關節把它对折插上，手腕稍微的轉一下。把扣子咬緊，然後順着根部的這段關節，把這個肩膀的關節軸放平，貼回去。下一步翻出合體的腦袋要特別注意一下，我看網上已經有人掰斷了那個天線啊。這個地方的問題出在哪裡呢？你可以看到這塊板子，現在沒有翻出頭的時候，它就是可以旋轉的。所以當你變形，不論哪個形態，包括獅子頭轉動的時候，不要捏着這個地方去操作，尤其打開這個蓋子的時候，更不要捏着這個地方去摳啊。雖然這樣會更方便的摳開，但是如果它轉動的角度不對的話，裡邊的天線就別到了。我個人的建議是呢，在出之前，先把這一塊靠近獅頭的這個角度稍微往下壓一點點角度，然後你掰着後邊這裡往開拆。捏着点2邊，盡量不要讓中間的這個動。這個時候裡邊的空間非常緊張，2個天線就剛剛好避讓過來了。再把它旋轉180度擰過來。問題就是出在這個地方有3段軸，除了剛才我們看到脖子根部旋轉的這一段之外，脖子這裡還有2段關節。它為了脖子的活動，點頭抬頭啊，根部這裡
來回扭動，這儿還是個球，這儿還是个軸，在这个地方扭。如果你在变形的时候啊，脖子这个关节折成了靠后的样子，哎，搓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两个地方就绊到了，天线跟这里有干涉，这个时候是进不去的。出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容易绊倒，这样一撇的话就很容易撇断了。所以包括像你往回收的时候也是啊，脖子的双关节往前，然后这一块整个翻折进去的时候，按一下头顶，让它起到一个弧线向内的作用。这个时候的天线是不会绊倒的。这一块再往里推一下，推成这个前方向内的夹角，往内收。哪怕你折进去了之后，再把它掰平，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很安全。出的时候先把这个角往内压一点点，然后它这一块其實是一個梯形的扣子啊，為了咬背包的，所以呢也方便你用兩個指甲揪着它拉一下，哎，再出，看剛剛好差1個毫米左右的距離，就不會撇斷了。哎，把它蓋過來，掏出2個肩炮，順着這塊的插孔給它扣進去。肩炮根部這裡是可以打開的，左右旋轉，8字旋轉，可動的角度都特別大。來看猛虎摘掉武器，背包上邊的炮，2個小手折進去，胳膊併起來，頭部扭正，旋轉90度放下去。打開這一片看一下，2個胯部往上提，收到原先獸形的狀態。腳尖和腳後跟收納放回去，注意大拇指的方向。我們把合體的大手夾進去，裡邊的扣子全扣住，然後扭一下腰部90度，拳頭扭正，這塊放下來，2個肩胛順着這裡邊的雙關節往下搓動。先搓動根部的這一塊90度放下去，然後外側這裡的雙段關節再往上提，這個樣子才能把它收納到最小的幅度。所以這個地方也是3段軸，注意一下。合體關節給它掰出來，大鵬摘掉武器，頭部翹起來，臉收納回去，胳膊繼續回歸，手腕先擰個180度。然後打橫，順着這個關節旋轉180，背到後背，從這個地方掏一下，背進去，再往下放。這塊也是，先旋轉過來，再往後背，往內旋轉，填到背包上，放平。整個的背包這裡是一個滑槽，我們直接把它拖出來。然後胯部往上提，腳尖、腳後跟收納，拿出另一隻合體的手，順着中間插進去。它這個插到底其實還是有鎖定點的，很結實。掰起來，胸甲的位置通過根部的一個雙關節往下拉，這個樣子就和猛虎的前邊的肚兜進行了一個對稱式的造型。然後腦袋這裡再往下掰一點點，它根部這裡其實也是一個定位的8稜軸，你可以調整成斜着的方向，也可以調整到90度，鳥頭還能調整，看自己的需求喜好來。翅膀根部這裡也是齒輪關節，很清脆，沒有虛位，再擰180度旋轉過來。背後的這一塊吧，其實按自己的需求吧，它根部這裡也是一個帶有齒輪關節的。如果你為了背後的這個背包好看呢，可以把它翻下來。當然，如果你有這種通用接口的支架呢，也可以把它翻起來，當成一個背包的插裝。在打開羽毛的時候，你就能看到裡邊連的一根一根的中間的這個塗裝還是不一樣的，由深一點一點的變淺，從金變成了銀色。哇，這些細節做得太美妙了。就是我還揪了半天啊，我說這個尖兒能不能拔出來？
是不能的，感覺看着像是裡邊有活動的位置啊，這再往長拔一點點，效果會更霸氣一些吧。因為肩膀厚度的關係啊，翅膀其實不是這樣平着搭載上去，你得需要往後掰2尺。野牛肩膀上2個大角給它摘下來，根部的插樁90度翻折下去，拳頭收纳這塊放回来。胳膊在收纳的时候，先把它对折起来，这裡邊有插扣扣上。肚子側面這裡還有一個扣子，我們把胳膊旋轉的向上斜着一點的角度，就對應到了裡邊的插口，結合住，它擺起來是這樣的一個造型，不是正着放下去的。好，頭部這裡帽檐給它放下去，2個犄角掰回來，順着這兒有一個蓋子，90度給它打開立上去。側面這裡也是沒有什麼偷膠的，竟然用一個合金的零件填補了起來，還做了一些花紋的處理，非常的漂亮。後背的蓋子順這兒有一個扣子，給它打開90度。腿部這裡把腳尖兒收起來，然後90度放回來，把後邊的這個蓋子再打開，拿起来其中的一個大角拉出來，雙段關節。左右接地的齒輪關節其實都是單方向的，所以野牛應該是這一条腿。哎，中間的這一塊又是一個合金的軸，很好啊！我就喜歡摸在合金上邊這種冰冰涼涼又扎實的質感。犀牛武器拔掉，背後的這個炮給它摘下來，小拳頭收納回去。同樣，胳膊需要折疊180度對上來。腰部這裡側面一個斜着的扣子，對應袖子口這邊，哎，把它扣住。如果你發現這個扣子對不準呢，檢查一下是不是你的肩膀這一塊的滑道沒有提到最上方。背後這一塊的蓋子90度翻開，牛頭先掰起來，把臉旋轉180度藏進去，再把這一塊90度拉起來，腳丫子先折進去。把這一塊蓋子打開，膝蓋折疊90度，拿出另一個大角給它插上，夾在一起。現在我們開始進行組合，把這只腳拿過來，側面這裡有2個凹槽，順着裡邊黃色的2個邊緣滑進去，把背後的這個蓋子第一層鎖上，這一塊還是可以活動的。再把這個蓋子拉起來，跟後邊的插扣結合。鎖緊之後，這樣2圈包下來，一體性很好，不會散開，很結實。再把這一塊的雙關節壓回來。野牛同理，順着滑槽，先把這條腿滑進去，板子蓋上，這一塊90度翻上來，扣子結合鎖上，雙關節歸位。2個大寶劍側面都有扣子，可以插在裙甲上邊，掛在腰上。肩膀這裡順着滑槽直接滑下去。猛虎的背炮和犀牛的前後2節插在一起，注意這一塊是有一個缺口的，所以只能正着插進去。把這塊的連接樁拔下來，插到側面，順着猛虎這條手臂插上，包過來，冲云霄標誌性的臂炮。最後背包這裡是一個無損的咬扣。把這2根插進去，掛住。那麼好 ，AMT-02的這款冲云霄我們就組合完成了。哇，太帥了！真的不止1萬次的在說，哇，這才是官方應該有的品質嘛！整個的做工、用料、質感、塗裝，哇，都是1等1的級別，相當的精美。而且主打的這個 ARC 設定稿的畫風啊，真的太有味兒了。尤其在近幾年，官方主要的美型風格統一成了16:9那種五短身材的時候，還能出這麼一套美型的產品，真的是太難得了。
可以說 AMT 的這個系列就是日系的設計師脫離了孩之寶所掌控的那種大局觀統籌之外，沒有了成本限制，沒有了高層的指點江山，沒有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情況下制造出來的一個新的系列。你終於回歸到了本應該是官方應該有的素質呀！合體完成後的高度，人行道頭頂26公分左右，當然到了炮頂和翅膀的最高缘這個地方已經超出了30公分。但即使這樣，其實這一套的尺寸也並沒有很誇張。把同系列的01號的熱破擺一起看，竟然也都到了胸口的下方，值得細細品味的一套合體的產品。其實我覺得更多的是最後保了這個合體的形態去戰屍，所以人形和獸形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妥協。而這種像收藏級別一樣的產品啊，首先第一個它肯定有官方的血統，沒有問題；第二個做工用料材質、塗裝，包括一些細節的刻畫、表面的工藝，都是對得起收藏價值的這一個稱號的。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點，尺寸很小，你擺在櫃子裡邊，擺在書桌的某個角落，加一個亞克力的罩子，也不會很占空間。頭雕也做得很誇張處理啊，上邊的2個大角，肩膀齒輪關節，舉起胳膊的幅度很大，而且定位感真棒。360度旋轉，這個軸調教的緊實度、阻尼感也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唯一就是胳膊肘這裡會脫肉了。胯部和膝蓋超棒的定位感，活動的時候完全不會干涉。腳踝左右接地的大範圍，甚至可以拉出來前後調整。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利爪的肩膀關節在合體的情況下還能當蝴蝶肩去使用，所以双手握剑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這回虽然帶了2把剑，但尺寸上面總覺得不夠霸氣，沒有辦法展現出來大張一刀流的那種气魄感。我想到個事兒，這個味道就對了嘛。你這麼日系風格的一套機甲，就應該有超級系的覺悟嘛！而且千直链的這把增嘎斩劍刀，看看它的關節支撐力度，沒有問題。我對這套衝雲霄的評價還是非常高的，它可以滿足你一切對於官方產品的幻想。官方最好的一面，在這一套產品上面其實全部體現了出來。唯一可惜的，可能也就是為了保證這個合體的美型度所妥協下來的比例，以及單體人形上面的一些細節。但簡單流暢把玩的變形和最終完成合體以後的效果，這些缺點都會在你的腦海中烟消雲散。TT 社終於也是看清了變形金剛將來所發展的這個道路啊，孩之寶固然重要，8家玩具線也固然重要。但終究這些记憶造型的產品，最終服務的還是成人的市场。繼續去推出更好的變形金剛，我覺得 AMT 線正在往一個好的方向去發展。起碼目前所出的2套產品，肉破和衝雲霄，都看到了 TT 社想把變形金剛這個 IP 繼續做好的一個決心，也能看到他所把持出來的一個態度。雖然孩之寶始終覺得變形金剛只是孩子的玩具，只是服務於兒童的廉價低幼產品線，但 TT 社從早年間的 MP 到後續並不成功的 MPG， 一直到了現在的 AMT 和展望後續的 AG 系列。當然之前的大師級系列也經歷了越南代工廠的這些亂七八糟的品控問題，而現在的 AMT 線又回歸到了中國的代工手藝方面，還是值得信賴的。這款衝雲霄又是今年最佳變形金剛的候選之一。那麼得嘞，大家覺得這一次 AMT 的衝雲霄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